上辈子养女是我爸私生女的身份曝光后，我的未婚夫被他抢走，继承权被剥夺。他故意在网上卖可怜，说姐姐锦衣玉食长大，自己孤苦伶仃，网友同情他。我被舆论逼迫，而他为了永绝后患，将我骗到天台推下，重活一世。他又一次试图污蔑我，而我抢先一步，把爸爸在我的生日宴上认她为养女的事情发出去，引来网友激情讨论。按这个剧情走向，她不会是你爸的私生女吧？大小姐，我熟读几百本真假千金文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就会成为你的军师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再次睁眼，我发现我回到了自己的生日宴会上。这场生日宴的主角本该是我，可爸爸却当众宣布了要认季甜甜为养女，以后季甜甜就是我的女儿。这句话如同噩梦一般死死环绕着我。上辈子我相信了季甜甜是个孤儿，对她心生怜悯。得知爸爸要认她为养女时，我还很开心。那时候我想，她这么可怜，我一定要千倍万倍地对她好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可怜的是我自己。我的未婚夫私下早就和季甜甜搞在一起了，他们联手把我负责的项目通通搞砸。董事会对我失望透顶，剥夺了妈妈死前留给我的继承权。意外发现季甜甜私生女的身份后，他为了把我拉下水，自导自演了一出戏，说我是霸凌者。至于他私生女这个污点，就那么轻飘飘地被盖过去了。网友们纷纷站在道德制高点上，各种恶言恶语朝我扑面而来。他为了斩草除根，把我骗到天台，亲手将我推下。死前，我听到了骨头尽碎的声音，那钻心的疼我永远忘不了。看着我空洞的眼神，闺蜜轻轻撞了一下我的肩膀，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你爸这什么意思？不知道的还以为那个养女才是你爸的亲生孩子。我冷眼看着爸爸拉着一个和我长相有几分相似的女孩，和那些叔叔伯伯们挨个打招呼。季甜甜可不就是他的亲生孩子吗？上辈子他就是借着网络的流言蜚语逼迫我，这辈子也轮到他好好尝尝这滋味了。我没回答闺蜜的话，拿出手机随手一拍，并配上一段文字：我的生日宴，爸爸却当众宣布了养女的身份，我该怎么办？想借我的事给自己打出名号来，也得看自己够不够格。我充了一大笔钱，把这条视频顶到热门，网友们纷纷评论：按这个剧情走向，她不会是你爸的私生女吧？她和你90%有血缘关系。大小姐，我熟读几百本真假千金文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就会成为你的军师。按剧情发展，你的竹马未婚夫也会看上她。不得不佩服当代网友的实力之强，说的话基本都对上了。也有网友借着我的一张图片，开始猜测我的身份。生日宴，看这个地址，你不会是沈家大小姐吧？我知道，沈家大小姐沈竹心今天过生日，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过去了。挖去，这个沈竹心什么来头啊？沈氏集团的千金啊，和我们不在一个消费水平上，不知道也很正常。话说回来，这个养女什么鬼？看了2眼，我就把手机放回去了，让他们自顾自地猜着。他们猜得越接近真相，对我越有利。我拉着闺蜜在角落坐下，她一脸懵，问我：你不会是被气糊涂了吧？今晚你是主角哎，缩在这算怎么回事？正面跟他刚啊！你可是沈家唯一的大小姐，怕什么？季甜甜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，
我把甜点推到闺蜜面前，养精蓄锐。再过一会儿，就有一出大戏要上演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季甜甜哭得梨花带雨地跑出来。她洁白的礼服裙上一处红酒字格外显眼。我歪歪头，用眼神示意闺蜜看，好戏这不就来了吗？季甜甜跑到我面前，抽泣着说：“姐姐，你为什么要用红酒泼我的礼服？”闺蜜一听这话，火气蹭蹭蹭往上冒，拍桌而起：“你特么！”我拉住闺蜜的手，示意她冷静，只不过是礼服被弄脏了而已，放在平时直接换一身就好了。可今天是我爸宣布季甜甜养女身份的日子，他前脚刚说完，后脚季甜甜的礼服就出了问题。这样一来，牵扯的事情就大了。今天在场的长辈这么多，要是没处理好，我就会被扣上一个骄纵任性的帽子，对我之后抢夺继承权百害而无一利。人总是会下意识偏向弱者，这个季甜甜就是装柔弱的一把好手。姐姐，是不是我惹你不开心了，所以你才……她话说一半留一半，话里话外都把我描述成一个骄纵任性的大小姐。我从座椅上起身，1.7米的身高在高跟鞋的加持下显得季甜甜格外弱小。我低头看她，可别叫我姐姐，我爸认下你，不代表你就可以和我攀关系了。季甜甜眼里闪过一丝不可置信，但很快就隐藏下去了。这时，人群中走出一个人，挡在了季甜甜面前。竹心，你这是要公然打伯父的脸吗？来人正是我那便宜未婚夫，他这护犊子的模样让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你身为沈家大小姐，连一个养女都容不下吗？你拿红酒弄脏她的礼服，让她当众下不来台，你就这么嫉妒她？礼服弄脏是小，丢脸是大。顾少明这一番话就是在暗指我善妒。季甜甜装出一副委屈的模样，拉拉顾少明的衣角：“少明哥哥，姐姐，沈小姐也不是故意的。”我的脸色瞬间沉下来，当着我的面就敢这么卿卿我，私下里还不知道他们已经进行到哪步了。良久，我淡淡开口：“证据呢？”季甜甜一顿，磕磕巴巴地说：“顾少明护犊子心切，你就是仗着甜甜善良，才会做出这种事情。”我反问道：“事情？什么事情？你说我弄脏你的礼服，有谁看见了吗？”围观的众人默不作声，生怕自己被扯进这出豪门恩怨来。我一步一步逼近他们。我沈竹心的生日宴上，随便哪一瓶酒都比你全身上下家当加起来都要贵，把这酒泼你身上，多浪费啊！没有证据，空口白牙就想污蔑我，真不知道是该说你天真，还是说你蠢。话已至此，这点小伎俩大家心里都清楚。好了，不过是孩子玩闹而已。在暗处的爸爸终于出来打圆场。季甜甜看到爸爸，就像看到救命稻草一样，躲在他身后。他拍拍季甜甜的手：“礼服是保姆弄脏的，你误会竹心了。本该是真假千金大战。”他仅用误会2字就把事情接过。我正要离开，爸爸话锋一转：“竹心啊，我打算让甜甜改姓。”我脚步一顿，转身看他：“你认的女儿随你姓季，还想改什么？姓沈？”此话一出，全场寂静。顾少明附和着说：“伯父认了甜甜当女儿，那自然也是伯母的孩子，姓沈也没什么问题。”我攥紧拳头，让这个私生女和妈妈姓，把不要脸发挥到这种地步的，也只有他们了。爸爸是赘婿，我随母姓，沈家这一代只有我一个孩子，沈氏集团未来自然是要交到我手上的。上辈子我陷入了自证陷阱，在一片混乱中，我稀里糊涂就同意了
他改妈妈的姓，还让参加我生日宴的权贵们看了好大一出笑话。我调整好心态，眉头一挑，我妈已经走了那么多年了，还惦记着她的那些东西啊。我这么一说，直接把争权这种事情放到明面上来了。爸爸脸色一变，抬起手就想打我。混账！你说的什么话？我目前是不能对长辈还手的，但不代表他就可以打我。闺蜜方可一把抓住她的手，甩了回去。季伯父，适可而止。方可特地强调了一下季这个姓，被小贝下了面子，她的脸变得一阵红一阵白的。爸爸正要端着长辈的架子继续发作，门口传来了一道声音，将他制止。谁欺负我们家竹心？我面色一喜，连忙迎了过去。外婆，您怎么来了？外婆年轻的时候就是个女强人，现在年纪大了，不爱公司那些事，这几年都在国外疗养身体。她给了我一个包装精致的小盒子，笑眯眯地对我说：“你过生日，再远我也要回来的，打开看看，喜不喜欢？”我拆开包装，入眼就是一块蓝宝石镶嵌的戒指。围观众人倒吸一口凉气，窃窃私语：那颗宝石，我记得之前是2000万的成交价，不愧是沈老夫人，出手就是大方。紧接着，外婆一字一顿地问：谁要改沈姓？刚刚还趾高气昂的爸爸瞬间蔫了，他扑通一声在外婆面前跪下：妈，我错了，不服软不行啊。说白了，现在公司这个董事长的位置就是沈家施舍给他的，他要是敢对外婆有一分不敬，董事会的那些人第2天就可以让他这个董事长下岗。你就算是认条狗当女儿，我都不管，但要是越过竹心，什么后果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爸爸连连应和：是，我是来参加我孙女的生日宴的。现在看来，主角换了个人，那这里也没有什么待下去的必要了。爸爸冷汗直流，季甜甜哆哆嗦嗦躲着顾少明身后，一声不敢吭。外婆低声对我说：解决好，我在车上等你。她离开后，众人都不由自主松了口气，可顾少明还不死心：甜甜也是你妹妹，和你一个姓怎么了？我呵了一声，他算哪门子东西，还想和我攀亲戚？姓沈，他也配？我扫了季甜甜一眼：顾少明，既然你这么喜欢他，我也不好做那棒打鸳鸯的人，干脆我们的婚约就算了。季甜甜听到这话，眼里闪出希望的光。顾少明仍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他自信地笑：你知道的，双赢的办法只有和我们顾家联姻。他赌我为了坐稳继承人这个位置，非他不选。高跟鞋的声音回荡在宴会厅里，我一步一步靠近他，弯唇一笑，在他耳边轻轻说道：联姻吗？顾家又不止你一个少爷，我看你哥哥就很不错。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精彩故事。顾少明瞬间变了脸色，想要拉住我的手，我打了个响指。外婆留下的保镖冲进来，把顾少明和我隔开。顾少明着急着说：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回答他的话，淡淡瞥了一眼季甜甜，只一眼，他就被我吓得一哆嗦。没意思，我啧了一声，拉着闺蜜离开，没有给剩下的人多一分眼神。这几天，爸爸在公司给季甜甜安排了个职位，甚至把我一个跟了很久马上要结束的项目给了他。我2年的心血被冠上了季甜甜的名字。闺蜜方可发来慰问的短信：你爸什么鬼呀？你跟了那么久的合作，转头就给了那个养女，那合同马上就要走完了，你就这么让给他？不像你的风格呀，确实不像我的风格。当时我忍了好久才压住把桌子掀了的念头，但是问题不大，既然我有签下那个项目的能力，也就有截胡项目的能力。我敲字回复方可：放心，
他想抢我的东西还不够格呢。方可并不想在这件事上和我多掰扯，他马上就开启了另一个话题。傅初记酒吧今晚开业，我们去给他捧场吧。说曹操道。傅初记的消息也谈了进来，今晚我新店开业，你可一定要来，我给你准备了大惊喜。我无奈扶额。傅初记可是圈里出了名的爱玩，完全符合世人对纨绔公子哥的幻想。他说的惊喜80%会变成惊吓。当晚我走进酒吧时，一眼就看到坐在卡座里的季甜甜，还有我那个便宜未婚夫。季甜甜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，做出一副小白花的模样，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。他玩游戏一输，顾少明就帮他拦酒。好了，甜甜喝不了酒，我代劳。竹心姐来了，也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，一瞬间所有目光都注视在我身上。顾少明拦酒的手停在了半空中，季甜甜看我的眼神就像老鼠见到了猫。下一刻，众人都围了上来，对我嘘寒问暖。首当其冲的就是傅初记，人群中就属他笑得最欢。他迅速靠到我耳边，对我说了句话：今晚肯定帮你把场子找回来。然后很快恢复成那副玩世不恭的模样。方可拉着我的手坐下，低声说着：你总算来了。看他俩你侬我侬的样子，我都快吐了。在座的大家都是一个圈子的，当然也听说过生日宴上闹出的事情。大家的视线在我和季甜甜之间来回转着。傅初记拿来了一个转盘，来，转到谁就喝。场子再度被炒热，季甜甜摆手推脱：我不太能喝酒。这下周围的几个千金就不乐意了，不想和我们玩。怎么，你看不起我们？就是啊，来酒吧不喝酒，你是来打酱油的吗？众人一阵哄笑，季甜甜的脸红了又红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顾少明连忙帮他说话：甜甜输了算我的，我帮他喝。方可白了一眼他，正牌未婚妻不帮，反倒帮一个养女。季甜甜半推半就的就被推上了游戏，一连几局下来都是季甜甜输。我懒懒地靠着座椅，看着顾少明一杯一杯把酒灌下肚。这时有人发出感叹：顾哥这是第一次帮人挡酒吧，季甜甜你可真有福气。听到这话，一个千金扑哧一声笑出来，然后他凑到季甜甜身边，忍笑道：是啊，你和他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围观的少爷小姐们好像突然忘记了我和顾少明还有婚约在身上，一个劲的夸季甜甜和顾少明登对。看着季甜甜娇羞的模样，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他俩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呢。我起身去了趟洗手间，再出来的时候，季甜甜挡在我面前，她挑衅般地对我说：你的朋友们刚刚都在和我说话，完全把你冷在一边，被冷落的滋味怎么样？我嗤笑了声，语调不紧不慢。所以呢？他眼里挑衅的意味更明。沈竹心，你活得也太失败了吧，就连你的朋友都不把你放在眼里。这时季甜甜的余光瞥到顾少明的身影。傅少说这里是监控死角，你觉得现在我要是摔在了地上，他们会相信我还是相信你？紧接着他就狠狠摔在地上，膝盖被划伤，开始往外冒血。他又开始发挥他精湛的演技，端地是一副被人欺辱的小白花的模样。季甜甜紧咬下唇，眼泪一颗颗掉出来。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和少明哥哥走那么近的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顾少明看到季甜甜这副模样，心疼坏了。他快速跑过来，弯下腰，把季甜甜公主抱到椅子上，然后冲我怒吼：沈竹心，你别太过分了！他这一嗓子把所有人都喊过来了。
方可站到我身边，看到这个场景撇了撇眉，他又在做什么妖？顾少明心疼地把季甜甜脸上的泪水慢慢擦掉，还不忘对我放狠话：沈竹心，你就这么容不下甜甜，竟然还推她？我满不在意地说：哦，我推的，那又怎样？顾少明听到我理直气壮的语气，一瞬间哽住了。季甜甜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事情脱离了他预想中的发展。顾少明再次开口：不就是拿了你一个项目吗？只能说明是你实力不济，伯父才会把项目给甜甜，你怎么能怀恨在心，对甜甜动手？我仍是那副语气，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顾少明再一次哽住了，季甜甜忍着痛站起来，拉着刚刚和他相聊甚欢的一个千金，她委屈着说：林姐姐，沈竹心推了我，好疼好疼，你可不可以帮我讨一个公道？林然顺着他的话说下去：我一定为你讨个公道。他面带微笑地看着季甜甜，下一秒狠狠将手抽出来，季甜甜猝不及防的就被他掀翻在地。我没忍住笑了一声。没人告诉他，林然学过跆拳道吗？林然嫌恶地从包里拿出湿巾，仔细擦着自己的手，而季甜甜则是在原地蒙圈。他想不通，刚刚和他相见恨晚的林然变脸变得这么快。林然，顾少明呵斥一声，又准备把季甜甜扶起来，但是这次他被傅初季拦住了。我的场子，你在这大喊大叫什么？季甜甜的眼里闪过一丝慌乱，她的话里带上了些急迫。是沈竹心推我，你们还要站在他那边吗？林然，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众人只是冷冷看着他。林然擦好手后啧了一声：你不会真以为凭你的身份能和我做朋友？逗你玩而已，还当真了？顾少明还想上前，我勾唇笑了笑，我们的婚约到此为止。顾少明也开始慌张，你要靠我才能坐稳继承人的位置，你还需要我？哼，我也说过，顾家又不止你一个，我说的是他的哥哥顾十里。此话一出，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我沈家在顾家的继承人争夺战中选择了顾十里。顾少明有些不可置信，他马上就忘了还跌坐在地上的季甜甜，开始对我表忠心。他不过是个在国外养病的废物，我才是你最好的选择。傅初季打了个响指，保镖一个个上前把顾少明按住，带了出去。被拉走时，他的嘴里还一直喊着：顾十里只是个药罐子而已，他哪点比得过我？爱情怎么比得过权力呢？看着顾少明被拉走，季甜甜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。她又装出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希望有人能帮她说话。可今晚在场的所有人，哪个不是从小在腥风血雨的豪门中长大？就她这点小伎俩，还不够看的？我轻笑道：你要是好好听话，乖乖做条会对主人摇尾乞怜的狗，心情好的时候我还能考虑帮帮忙。偏偏你是个不自量力的东西。季甜甜心中充满骇然，嘴唇因害怕而泛白。林然提出了个小建议，在你的生日宴上，他不是污蔑你，说你泼了他吗？被污蔑总是不好受的，干脆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谎言坐实了。我挑了一瓶最贵的酒，从季甜甜头上倒下去，尝尝吧，比你命都贵。季甜甜全身上下都被酒淋湿了，她颤抖着身体，看向傅初季的眼里充满震惊。你是故意的，你故意告诉我这里是监控死角，好来羞辱我。傅初季突然扬唇笑了起来，否则你怎么会露出你的狐狸尾巴来？自从在酒吧里给季甜甜一个下马威后，他对我的恨意就越发旺盛。公司里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一连几天
他都在我的面前刷存在感。你辛辛苦苦跟了2年的项目又怎样？爸爸还不是把立功的机会给了我，在爸爸心里，我才是第1位。我并不在乎他小学生一样的心态，理都不理他一下。季甜甜看我拿他当空气，气得牙痒痒。不过他倒是提醒了我问问这个项目截胡的进度。我回到办公室，打开电脑，一封邮件映入眼帘，是顾十里发来的，合作愉快。我微微挑眉，顾十里速度够快呀，在国外手也能伸得这么长，看来和他合作这个决定是做对了。果不其然，下午开会的时候，爸爸恶狠狠地把文件摔在桌上，季甜甜被劈头盖脸一顿骂，这么点小事交给你都做不好，你有什么用？你知道我们损失了多少钱吗？桌子被拍得砰砰作响，季甜甜又开始哭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本来都谈得好好的，他们今天突然单方面通知我这合同不签了。股东们开始窃窃私语，这项目一开始交给沈小姐不就好了，非要换人，没能力，哭有什么用？我抿了一口咖啡，心里对顾十里的实力再次点了个赞。爸爸扶额坐下，对着季甜甜摆摆手，让她出去。现在公司开的会议，她都不配听了。董事会的众人各抒己见，甚至开始威胁爸爸。最终，季甜甜在公司的一切项目都交还到我的手上。临走前，她又开始犯贱：我是爸爸的女儿，未来公司的一切都会是我的。也不知道她哪来的自信，当董事会是小孩过家家吗？既然我已经开始动手，就要让她永远翻不了身。为了收集证据，我又住回了那个令人作呕的家。等到夜深人静时，我悄悄把录音笔贴在了书桌底下。我知道这几天季甜甜总是到书房里去，一待就是几十分钟，不用猜就知道她又在恳求爸爸让她回公司。我在客厅处理工作时，和前几天一样，季甜甜再次垂头丧气地走出来，看到我气定神闲地坐在这，她的火气蹭蹭往上涨。你不要得意得太早。我哼笑了一声，真是面子给多了，畜生都把自己当人了。季甜甜狠狠瞪着我，还没等她说话，书房里就传来一道声音：竹心，来一下。正愁找不到机会进去呢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你知道，甜甜她想回公司，你去和那些股东们说说好话，让她回去吧。叫我来，还是为了这个私生女？我假装生气拍桌，借着声音掩盖，把手伸到了桌子，把录音笔撕走。我的话语里满是怒意。他害公司损失了多少笔钱，你心里不是清楚得很吗？让这个废物回去，你要让整个沈氏和他陪葬吗？爸爸最不喜欢的就是有人忤逆他。我这么一说，就是直接在他的雷点上蹦迪。他也开始生气，都是一家人，为什么不能互相帮衬一下？她也是你妹妹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一个养女而已，我凭什么要把她放在眼里？他指着我的头开始骂，大概意思就是无论我用什么办法，都要说服那群老狐狸，让季甜甜回公司有一席之地。临走前，我对他说了最后一句话：你会后悔的。我是故意和他吵架的，只有搞了这一出，我才能光明正大离开那个地方。在他和季甜甜心里，我是负气离开，翻不起什么大浪。殊不知，当晚我就处理好了录音笔里的音频，季甜甜也没有让我失望，里边清楚地录到了一切我想要的东西。我再次联系顾十里，请他帮忙在最乱的时候添把火，然后就把那段音频在网络上发了出去。我还改了个劲爆的标题，完美吸引网友的视线。音频里首先是一段稀稀疏疏的声音，紧接着季甜甜的声音就传出来了：爸爸，
您就让我回公司吧。沈竹心是你的女儿，我也是啊，凭什么她能在公司待着，我就不行？我和妈妈东躲西藏20几年，妈妈去世了，您才肯把我接过来，您不能这么对我。不就是沈氏吗？不还是爸爸您的囊中之物？那个沈竹心算不上什么，短短几句话，该暴露的信息都暴露了。当晚那段音频火爆全网，我还是在上次那个账号发的。之前生日宴那件事，网友们就开始蹲后续了。后续一出来，直接刷新网友们的三观，底下的评论一条接一条。我靠，我猜对了，她就是私生女，挖去了。私生女还这么理直气壮，好大一出戏，恶心恶心。按照小说里的剧情发展，她不会和你的未婚夫或者竹马在一起了吧？我给这条评论点了个赞，暗示他说的是真的。我这一下场，再度炒热了整个事件。不是你，真是小说里众叛亲离的女主啊！谁呀谁呀？大果子，给我查！要不都说网友们是福尔摩斯呢，一下就把我们的家底扒个干干净净。我找到了沈竹心，沈氏集团千金大小姐，这个公司是他妈妈的，他爸是个赘婿。他妈死的时候，沈竹心还没成年，就把权力都给了他爸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公司是沈家的，和那个私生女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重点是，前段时间沈竹心生日宴上，他爸还想让那个私生女改沈姓。我靠，人能不要脸到这种地步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自己在外面偷吃，还准备把原配的东西给小三的女儿。那个未婚夫是顾少明，据知情人士说，和私生女走得很近，不过也没事，好像婚约已经解了，无非就是能恶心人一阵子，托顾少明的福。顾氏的股票一路狂跌，顾十里和我合作的目的也达到了。当然，这些还不够。董事会上剑拔弩张，季甜甜私生女的身份一被爆出来，在沈氏里，他们父女俩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记者们团团围在公司楼下，爸爸看着我的眼里充满沧桑，显然昨晚一夜没睡。你真的要做到这种地步？我可是你父亲。我无所谓地笑了笑。你在外面搞外遇的时候，怎么不知道你是我父亲了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季甜甜只比我小了2个星期。我妈留给我的东西，你占了这么多年，是时候还给我了吧？她把桌上的所有东西都砸在了地上。你这个不孝女！我也不甘示弱，一脚踹翻桌子。我他妈忍你很久了，毕竟他管理了沈氏这么多年，支持他的人也还是有的，而我要的是所有人的忠心，所以我就让顾十里添了把火。顾十里的手段雷厉风行，早期就把顾少明的权力一点一点的架空，再加上那些丑闻，顾氏管理层成功大洗牌。股东大会上，我把顾氏的人也请来了，无疑就是在对那群老狐狸们说，顾氏的掌权人和我一条心，只有拥立我才是最好的选择。还有人想支持我父亲吗？没人答话。经过一众投票，我成功成了沈家的掌权人。至于我那个恶心的爸，早在投票结果一出来，就倒在地上一蹶不振。医生说他是中风了，余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。我给了医院一笔钱，把他扔在里面，不管不问。这种人就不配当父亲。事实证明，他们的选择是对的。我和顾氏签了好几个项目，合作共赢嘛，事业成功步上正轨。那天回去后，我就让人把季甜甜赶出了别墅。在听到她的消息时，是员工告诉我，有人在我们开发的楼盘那边闹着要跳楼。知道闹事的是季甜甜，我心里的恶趣味更浓。沈小姐，她还在开直播。我打开直播链接，
映入眼帘的就是季甜甜站在楼顶，哭着喊着要赎罪，弹幕一条条刷过，放下助人情节，不然乳腺结节。你已经在这待1个小时了，跳不跳一句话的事？你个鸠占鹊巢的私生女，还在这博什么眼球呢？也有网友开始同情她，好歹是一条生命，你想开一点吧。我挑挑眉，还开着直播呢，那就说明不是真心想跳，无非就是借着网络给自己造一波势，卖惨一波，讨一下网友的同情心。他这段日子也不好过吧？前2天我还刷到了他走在街上被人扔臭鸡蛋的视频，他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他过得越惨我就越开心，甚至想亲眼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等我来到现场的时候，消防员已经在楼下铺好垫子了，季甜甜还待在楼顶，说自己要赎罪，他不许任何人靠近，还指名道姓要我上来。我也如他的愿，直播间里有人看到我来了，纷纷刷起屏，你要看就离远一点，小心他讹你，不许原谅这个私生女。季甜甜转身看到我，哭着喊着说，求求你原谅我吧。但我没在他眼里看到一丝一毫反悔的样子，反而满满都是挑衅。然后他抬手就把直播间关闭了，直播一关，他的嘴脸就暴露了。你说今天我要是从这里跳下去，你沈竹心也算是背上了一条人命。我把墨镜脱下，换个地方跳，你脚下踩着我开发的盘，影响我卖房了。季甜甜一愣，事情又不按他预想中的发展进行了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我无语了。那你想听什么？听我和你一样痛哭流涕，然后原谅你？想什么呢？早点睡吧，梦里啥都有。我一直站在他的10步开外，时刻谨记网友发的东西，离他远一点，免得等会他自己跳下去还说是我推的，要真讹上我就不好了。季甜甜的精神有些崩溃，你要逼我到什么时候？他后退2步，我也跟着后退2步，然后满意点头，距离更远了。这下他怎么也讹不上我了。见我不理他，他又开始了那套说辞。我也想好好过日子，都是你逼我的。我有逼你像一条疯狗一样到处乱咬人吗？他被我气到话都说不出来。从我这个视角，我能清楚地看到季甜甜发抖的双腿，和他在这耗了10分钟。反正他也没想跳，这太阳也够晒的。我戴上墨镜，头也不回，转身离开，完全不理在我身后大喊大叫的季甜甜。只要我没有道德就绑架不了我。才刚回到公司，一个小助理匆匆忙忙跑来和我汇报，老板，季甜甜她跳下去了。有点出乎我意料，我还以为就她那个胆小的性子，只敢开直播吓吓网友。死了没？小助理摇摇脑袋，然后又补上一句，他好像本来都要下来了，但是脚一滑就……舆论什么风向？小助理把电脑放在我面前，这件事本来就是我们站里，网友也没有把这件事扯到我们身上。我不再关注这件事，专心投入工作。现在都不用调查，在网络上就可以看到季甜甜的动向。那天跳下去的时候，虽然底下已经铺好了气囊垫，毕竟那么高的楼层，不死也要没半条命。据说他现在双腿瘫痪了，余生的和轮椅过一辈子。巧的是，他住的那家医院和我那中风的爸是一家，到现在这个地步都是他咎由自取。不过和我也没什么关系了。我签好字后，把合同推给对面的顾十里，将手伸出去，合作愉快。他同样回握住我，合作愉快。全剧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因为孩子跟谁姓的问题，老公把怀孕4个月的我丢在高速应急车道。3天后，
他给我打来电话，问我知道错了没。我给他寄去离婚协议书，他慌了，舔着脸来问我在干嘛。我告诉他，坐月子。当初和李想结婚时，他爸妈哭穷说没钱，连8.8万的彩礼都不愿意出，可转身就给李想他弟弟拿了20万的彩礼。当时我念在李想对我确实不错，虽然有点生气，但也没有太在意。最后经过协商，结婚的一应支出由我们家出，交换条件是以后生的第一个孩子要跟我姓童。当时李想爸妈没有反驳，只是默默擦着眼泪说是自己没本事，给李想创造不了什么好的条件。李想也拉着我的手说让我受委屈了，以后一定会对我好的。结婚后我们就搬进了我爸妈给我买的房子里，小日子过得也算甜蜜。不久后我就怀了孕，李想很高兴，爸妈也乐得合不拢嘴，给尚在腹中的宝宝起了个小名叫彤彤。最近我们一起休了年假，打算回老家看望李想爸妈。一路上我和李想都有说有笑，直到我摸着肚子说，老公，我觉得彤彤这个名字挺可爱的，要不干脆大名也用这个得了。我看见李想的笑渐渐沉了下去，沉默半晌后，他才开口说道，老婆，我觉得宝宝生下来还是得跟我姓吧，我一个大男人，生的孩子不和我姓，传出去不得被人笑死啊！我呆住了。可是宝宝和我姓童，不是结婚前就说好了的吗？这不一样，孩子跟爸爸姓，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。你自己说说，有哪个孩子是和妈妈姓的？李想仍在苦口婆心地劝我，这次回去爸妈也是打算跟你说这个事的。他们在乡下找高人看了，给宝宝起了个好名字，就叫李耀志。李想的语气不是在和我商量，而是在通知我。我觉得他如果不赞同我爸的要求，大可以当初就说出来，而不是心安理得地享受了好处，现在又来翻脸不认人。我气得发颤，咬着牙问他是什么意思。同样，你是嫁到我们家的，平时小事我听你的就算了，孩子跟谁姓这么大的事，理应由我这个大男人做主吧。再说你现在都怀孕了，也该收收你这大小姐脾气。这次回我妈家，别再板着个脸，也帮着我妈做点事。不是我说你，你看看我弟他老婆多勤快，嘴多甜，都是我们林家的儿媳妇，怎么区别就这么大呢？我看着李想笑了，平静地说，李想，原来我怎么没发现你脸这么大呢？李想脸色一变，厉声质问我是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你不知道？当初我和你结婚，你爸妈哭穷说没钱，结果转身就给你弟出了20万彩礼，还在你们那买了一套50万的房。我难道就活该什么都没有？还有你妈，哪次我回去没有帮她的忙？是她说我从小娇生惯养，哪会干她那些粗活，不给她添乱就不错了。再说了，你妈一直在伺候你弟弟一家，你弟媳帮忙那是应该的。我这番话说出来，心里舒坦不少，却彻底把李想给激怒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我爸妈的钱，他们愿意给谁就给谁，我们有手有脚的，难道就非要啃老？他越说越激动，最后疯了一样把车速提到120码，这可是高速。我被吓得捂着肚子不敢说话，只能求他冷静。最后他一个超车再急刹，将车停到了应急车道。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，他已经拉开后座的门，将我使劲拖拽下了车，然后一脚油门扬长而去。我人傻了，条件反射地去追车，一边哭一边喊他的名字，可他始终没有停车的意思。最后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车子消失在视线尽头，大概追出去20-30米，我一个腿软摔倒在地。落地的瞬间，
为了避开肚子，我几乎下意识地将身体的重量都放在了手肘上，手肘被蹭破了一大块皮，鲜血混着泥沙慢慢渗出。事情发生的匆忙，我的手机、包和羽绒服都在车上。此时室外只有0度左右，只穿了一件毛衣的我立刻被冻得瑟瑟发抖。冷静下来后，我尝试向过往的车辆求助，可没有一辆车停下来。高速公路上出现行人本来就不正常，更别提这个行人还是一个衣衫单薄的孕妇了。这个年代，大家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，这我也能理解。幸好我被丢下的地方离服务站只有5000米的路程。于是我在寒风中走了整整2个小时，终于达到服务站。看到警察那一刻，我直接体力不支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，我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，手肘和膝盖的擦伤都已经被处理。病床旁坐着我爸妈，见我醒来，妈妈立马拨开挡在身前的爸爸，关切地问：“样样，你终于醒了，怎么样？还有哪里不舒服？”我摇摇头，让他们放心。妈妈顿时泪如雨下，平时看似严厉的爸爸也红了眼眶。李想那个杀千刀的畜生，老娘绝对不会放过他！离婚，必须离婚！我妈气急了，一直在骂李想。爸爸哑着声音说：“你别骂了，女儿还怀着孕呢，什么离不离婚的，也要她自己做主。”说到这，妈妈沉默了。毕竟当初是我非要嫁给李想的，她只能默默摩挲着我的手掌，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心疼。在爸妈的讲述中，我才知道，当时我孤身一人，狼狈地出现在服务站，身上还带着伤。警察第一反应还以为我被抢劫了，结果查高速监控才知道我是被人赶下车的。经过人脸识别，发现赶我下车的人正是我老公。接着，警察给我爸妈还有李想都打了电话，可李想始终没有接。我爸妈那边杀过来后，先是把李想8辈祖宗都骂了一通，接着又对警察再三表示了感谢。这一路上，大概是已经把当初脑子里进的水都哭出来了的缘故，我终于想通了。李想不是不知道把我丢在高速公路的后果，而是他根本不怕，不接警察电话，他也只是以为电话是我打的，想给我个教训而已。他用行动告诉我，以后不要再挑战他，不然他有很多种可以拿捏的我办法。毕竟我已经怀孕，也翻不起什么浪花来。对于这样一个狠心的男人，我还要他干嘛？出院的当天，妈妈给我收拾行李时止不住叹气。我知道他们都是在为我着急。原本他们以为李想在冷静后会过来接我，毕竟他平时在我爸妈面前都是一副妻管严的模样，说不定做出这种事也是一时冲动。我妈还说等李想过来，一定要好好教育他。两口子过日子总会有争吵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也不能一言不合就把自己怀孕的老婆丢在高速公路上。这几天，我妈想起那天警察给他们打电话，都是一阵后怕。天那么冷，我一个人大着肚子走了2个小时，万一有个什么好歹，她和爸爸估计也活不下去了。可我住院3天，李想硬是一个电话也没打。看着我妈憔悴的模样，我干脆道：“爸妈，我不想和李想过了。”什么？我妈停住手，诧异地回头看我。也许是我的神色太认真，我妈也收起了那副要把李想碎尸万段的模样，反而回过头来劝我：“样样，虽然说李想这次做的确实不对，但你们毕竟是有感情基础的，更何况你现在还怀着孕，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”我妈会这样想也无可厚非，我肚子里的宝宝已经4个多月，
也不是说离婚就离婚的。正在这时，李想给我妈打来了电话，见到来电显示，我妈松了口气，将手机递给我，示意我好好跟她谈谈。我爸也凑了过来，想看看李想会说些什么。我接过手机，按下了免提。喂，没有我妈想象中的关心，李想反而一上来就开始指责我。同样，你跑哪去了？这么多天也不给我来个电话，你能不能收下你大小姐脾气？天天这么做有意思吗？我冷笑一声，回头看我爸妈脸已经涨得通红。见我没说话，李想说的更来劲了。孩子跟爸爸姓，自古就是天经地义。这件事不管你再怎么闹，我都不会同意的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还有，我爸妈在家一直念叨你呢，你快点自己过来，记得买点我爸妈爱吃的，给他们赔罪。同样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？我跟你说这么多，你知道错了吗？李想这个人真是能一次又一次刷新我的三观。结婚前我怎么没发现他这么不要脸？我也没有忍他，直接开骂：你个臭煞笔！你说我跑哪去了？我踏马去给你买纸钱烧了。你这种不顾老婆死活的贱男，迟早遭报应。我先给你买点准备，再那不过分吧？我不会骂人，这是我第一次爆粗口。你个没教养的死丫头，我忍你很久了，次次在我儿子面前甩脸子。你是我们李家的儿媳妇，就应该以福为尊。反了天了，告诉你，就是我叫李想给你扔下车的。你出去问问，哪个做儿媳妇的做成你这样，以为自己怀着孕就了不起了？我儿子这么优秀，分分钟能甩了你，找个更好的给他生孩子。识相的就乖乖登门道歉，不然我就让我儿子和你离婚。李想他妈推开他，朝着电话这头的我一顿咆哮。我就知道李想能干出这事，必定也有他妈的推波助澜。放你妈的屁！什么年代了，还以福为尊？我也没看见你们家有什么皇位要继承啊！听见李想他妈这种厚脸皮的发言，我妈气得不行，一家子良心都被狗吃了。教自己儿子把怀孕的儿媳妇丢在高速上，你们家迟早遭报应。妈，我妈不是那个意思。听见我妈的声音，李想慌了，他还试图解释，我没给他那个机会，干净利落地挂了电话。如果说看在我们5年感情和肚子里的宝宝的份上，我对他还抱有一丝希望，那这通电话是把这最后一丝希望也斩断了。爸妈将李想他们家一户口本都问候了一遍，冷静下来后，他们表示尊重我的决定。现在这个年代，离婚也没什么大不了了，而且就算我离婚带着孩子，他们也能养我一辈子。我很感动，如果没有爱我的爸妈做后盾，我可能也做不到这么果断。我向爸妈表示，婚我肯定会离，孩子我也不打算要了。既然他妈说多的是比我优秀的女人给他儿子生孩子，我又何必凑上去呢？听完我的想法后，我以为爸妈会不同意，毕竟从我怀上孩子起，他们就已经做好了当外公外婆的准备，对这个宝宝的到来充满着期盼。家里现在还放着他们给宝宝准备的小衣服，但我妈还是表示尊重我的决定。与其让孩子出生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，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到来。回到本市后，我妈找了当产科医生的小姨咨询引产事项。小姨听说我要引产时吓了一跳，还以为我和李想只是普通吵架闹脾气。听完我妈的解释后，她气得没当场打上门去，这李家太不是人了。当时谈结婚时，我就知道他们一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开始还装得人模狗样的，现在看样样怀孕，就以为咱们好拿捏了，孩子不生下来也好，我这就给你们安排手术。在小姨的安排下，
我以最快的速度预约上了后天的手术。小姨先是让我吃了2颗药，没一会儿我就有了宫缩。生孩子，我爸不方便在场，我妈和小姨看见我痛苦的样子，也红了眼眶。阵痛10个多小时后，宝宝出生了，是个男孩，小小的一团。如果没发生这件事，他原本会在来年的春天降生。可现在什么都没了。理想犯的错，终究是让孩子买了单。哪怕我行动上表现得再坚决，心还是忍不住疼了起来。引产后需要坐月子，爸妈为了照顾我，把我接回了他们家。理想还在他爸妈家没回来，我让律师拟了离婚协议书给他发了过去，他的衣物及各种私人物品，我也请了家政公司给他打包寄走。我手机被他拿走，只好又买了一部，还补了电话卡。坐月子的第3天，理想给我打来了电话，可能是收到了我寄过去的东西。这一次他态度好了许多。样样，你看你这么一点小事，怎么还认真了呢？你知道我妈她就是嘴硬心软，你别生气了。还有把你扔高速上这事是我不对，但谁叫你一直激怒我呢？孩子跟谁姓这个事，我跟我妈也商量了，这一胎就跟着你姓，下一胎咱们再生个男孩跟我姓好不好？样样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在干嘛呢？最近宝宝乖不乖？有没有闹你？这2天我妈身体不舒服，我得在家陪她，明天我就回来陪你好不好？都这个时候了，理想甚至还在想把责任往我身上推。在他的潜意识里，他并没有错，错的都是我。想到这里，我淡淡开口：不用了，你好好陪你妈吧，我在坐月子呢。理想和他们一家怎么也没想到，我会一声不吭就把他们家的宝贝大孙子给打了。当天晚上，理想就带着他生龙活虎的爸妈以及啃老的弟弟找上了门。理想他妈一进门，不顾我爸妈的阻拦，就直奔我的房间而来。理想也紧跟其后，或许他们还抱有一丝希望。我说把孩子打了是骗他们的，可直到看见我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，他们才意识到这是真的。理想他妈两眼一翻，瘫倒在地。哎呦我的妈！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女人，竟然一声不吭就把孩子打了呀！我的大孙子啊，你还我的大孙子！理想也含着泪，不敢相信地问我：同样，你真的把孩子打了？你现在来问我这话，不觉得搞笑吗？大冬天把我丢在高速上的时候，不怕我和孩子出事，现在倒来假惺惺的哭丧了。我白了他们一眼，不相信的话，就自己去公墓看看，你儿子就埋在那。记得逢年过节去给他拜拜。听见我肚子里的是个儿子，理想他爸站在最后面，狠狠地跺了2下脚，面目狰狞。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理想他妈一个弹射从地上蹦起，伸出双手直奔我而来，哪有半点生病的模样？你个贱货，我跟你拼了！可惜他还没碰到，我就被我爸拉了回去。你们给我滚！离婚协议已经给你们了，现在我们2家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们再闹我就报警了。我爸用身躯挡在我前面，对他们怒吼道。理想他妈却不依不饶，你们把我家大孙子打了就想离婚，我告诉你没门儿，必须给我们家补偿。我真是开了眼了，当初我都是什么眼光啊？怎么找了这么一家子牛马？见我们没说话，理想他妈更嘚瑟了，想离婚就给我们家50万，不然我就说是你们家女儿肚子里怀的是别人的种，怕我儿子发现才偷摸去打了。我正欲开口反驳，我妈冲上去对着理想他妈那张嘴就是一个大逼兜。你他妈有种，再说一句试试！你竟然敢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这张臭嘴！2人厮打在一起，
李想那个狗屁弟弟见自己妈被打也加入战场，我爸怕我妈受伤也加入了混战，飞起就是给李想他弟一脚。李想见状立马龟缩在一旁。我爸年轻时就是练散打的，如今虽然年纪大了，但对付这几个草包还不在话下。或许是闹得动静太大，邻居报了警。10几分钟后，警察到达现场，将我们一屋子人全部带去了警局。警察同志，这是我儿媳，她一声不吭，把我孙子打了，我才上门去讲道理的。谁知道他们一家没素质，上来就打人。你看，这把我儿子打的。警官，我要求把他们抓起来枪毙。李想他妈在警察面前又装起了柔弱，说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他们一家在我爸手下自然没落到什么好，其中又属李想他弟伤的最惨。李想这个当事人倒是毫发无伤，像个鹌鹑似的缩在一旁。我妈心疼地为我裹紧了衣服，颤抖着声音说：“警察同志，我女儿怀着孕被他们丢在高速公路上，这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，才离婚的。不然哪个当妈妈的愿意打掉自己的亲生骨肉啊？我女儿这还在坐月子呢，他们家就上门来找麻烦，还想打我女儿，我们肯定要反击呀！”2位警察原本还在做笔录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恍然大悟道：“原来你就那个被丢在高速公路上的孕妇啊！这些天我们都传开了，你那个老公确实不是人。”听到这，李想他们家脸色变了，尤其是李想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。我立马挤了2滴泪出来。对呀，警察同志，事后他们家不仅不道歉，这次还跑到我们家来打我。可怜我爸妈一把年纪了，还要因为我受累。他们一家上门来动手，本来就是他们不对，更不用说他们家还有2个身强体壮的男人。反观我们这一家，一个刚做完引产手术，还在坐月子，其余2个都是50多的老人，谁欺负谁一目了然。因为我和李想如今还是夫妻关系，说到底还是家庭矛盾。最后警察象征性教育了我爸一番，说就算是教育家里的小辈，也该有个轻重。警官，怎么能就这么算了？我儿子都被打成这样了。李想他妈尖着嗓子喊：“不然你们还想怎么样？冲到人家家里动手本来就不对，要不我给你们判个互殴，留个案底就高兴了。”听到会留案底，李想他们一家蔫了。离开警局前，李想他妈放下狠话：“你们给我等着。”从警局出来后，李想那边倒是消停了一会儿，只是他还一直没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。我懒得再等，直接向法院提交了离婚诉讼。我的诉求很简单，离婚，财产分割也很简单，大家各自带走自己的婚前财产。反正李想结婚也就出了个人，直到走到离婚这步，我才庆幸当初听了爸妈的话，没有按李想说的将我婚前那套房子卖了，再重新买一套，不然现在还有扯不清的皮。接到法院传票那天，李想给我发来信息，问我是不是一定要做得这么绝。我反问他：当初你把我丢在高速上的时候，想过自己做的有多绝吗？我跟着车跑的时候，你有在后视镜看我一眼吗？现在好意思说我做的绝了？李想被我对得哑口无言，也像他妈一样放下狠话：好，你无情就别怪我无义了。这次李想行动力不错，当天下午我就在某平台刷到了李想和他妈的控诉视频。画面中，李想低着头，黯然神伤。李想他妈也是满脸憔悴。本来家丑不可外扬，可我们家现在实在是走投无路。我也不得不说了，我儿媳妇在外面偷人怀了别人的孩子，怕我儿子发现，
自己跑去医院把孩子给打了，事后还提出离婚，要我儿子净身出户。我们气不过上门讨要说法，却被他们家一顿暴打。他们家在本地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自然不比我们这些老百姓。到了警局，警察也向着他们那边。我小儿子脸上的伤到现在还没好呢。视频的最后还放了2张照片，一张是我和一个男人并肩走进酒店的图，另一张则是我的自拍。这段时间，网络上那个老婆生了3个孩子都不是自己的新闻特别火，理想他们算是蹭到了一波热度。视频很快在网上流传开来，评论区出现了一群不明真相吃瓜群众。我操，这女的当代潘金莲啊，长得就是一副狐狸精的样子，不守妇道。这女的家里有那么厚背景吗？有没有人肉的？我好像认识这女的，读书时就特别骚，没想到结婚了还这么爱玩。很快连我的亲戚朋友以及同事都刷到了这段视频，纷纷发信息来关心我。我给他们一一回复，是谣言，大家不用担心，我会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。我的直属领导更是打来电话问我需不需要他出面作证。我向领导表示了感谢。没错，他就是那张照片的主人公。记得那次是我和他一起去隔壁市出差，同行的还有另一位女同事。不知道是谁怀着怎样的心理给我拍了这么一张照片，不过我也不想去深究，毕竟变态的心理咱们也揣测不了。这时李想他妈打来电话，语气得意洋洋，怎么样，想离婚就给我们赔偿50万，反正你们也不差那几个钱，不然我就让你社会性死亡。哟，我那位好婆婆还在网络上学到了新词。我装作沮丧道，我给你50万，你就会帮我在网络上澄清吗？告诉网民这都是你造谣的，你以为我是傻的呀？我最多给你删除视频，想让我澄清那得加钱哦。那你还想得挺美的。我挂了电话，看着这一条通话录音，我笑了。接下来我保存了他们发布的那段原始视频，并且给底下跟风跟的最欢的几个评论都截了图。没想到才短短1天时间，李想这个号就涨了10万粉丝。李想甚至还开启了直播卖惨，直播评论区还出现了一波小迷妹，哥哥这么帅，那个死女人还偷吃，哥哥就离婚吧，天底下好女人多的是。一条条脑残发言都快给我看吐了，不知道他们知道理想真面目后又会是什么表情，但我会让他们知道，网络从来就不是法外之地。如今我证据链齐全，警察很快立了案，不说别的，就凭理想他妈那一段找我要钱的录音，高低也能判他个敲诈勒索了。到警局后，没想到我还有了意外之喜。这段时间我这个事在当地也闹得挺大，当初帮助我的高速警察将那段我被理想赶下车的监控视频传了过来。有了这段视频，大家都能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要离婚，又为什么非要打掉孩子不可了。我立马在某平台发布了这条视频，画面中能很清晰地看到理想先是把车停到应急通道，然后狠狠将我拖拽下来，丝毫没有顾及到我是个孕妇。我小小的身影跟着车跑了一段，又重重跌倒在地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段视频，原来我追着车跑的样子是那么丑。我配上文案，我和男方在一起5年，结婚时我家里人要8万8的彩礼，他们家说没钱，于是我们约定好房子车子都由我家来出，只是要求我生的第1个孩子跟着我姓。没想到他们家当时答应的好好的，等我怀孕后又变了卦，
当天我们在车上就孩子跟谁姓的问题展开了争吵，男方直接将我赶下了车。我住院3天，男方家不闻不问，更是说出要和我离婚这种话。试问这样的婚姻哪个人能忍受？可笑的是，等我打掉孩子，他们还找上门来殴打我。这部分由警局报案记录为证。为了离婚拿到更多财产，他们才在网络造我黄谣，威胁我要我拿出50万才肯离婚。对于这种抹黑造谣，我绝不会姑息，现已报案。随后我还艾特了理想，视频一经发出，我的评论区就炸了。我去，就说有反转吧，这男人是真恶心，又当又立的，把自己怀孕的老婆丢在高速公路。好的姐妹们，又是恐婚恐育的一天，其中甚至有网友拍下了那天我在高速上的视频，将他手里的视频也发了出来支持我。但还有一部分理想的支持者依然死鸭子嘴硬，这视频能代表什么？说不定就是你偷人的事情败露，才把你赶下车的。很快他们就被狠狠打脸，理想和他妈很快双双被传唤到警局。他们那段造谣视频被平台下架，理想10万粉的账号也被永久禁言。这次理想除了离婚官司外，身上还多了一桩侵犯他人名誉权的罪名。不过理想这都还属于民事诉讼，理想他妈那可是刑事犯罪。一般来说，敲诈勒索金额达到2000元就可立案。可我这位好婆婆是个胃口大的，张口就找我要50万，这已经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了。我将立案书和起诉书甩到了网上，那些在我评论区蹦跶的喷子立马没了声响。不过我当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们。之前截图的那几个人，我都委托了律师起诉。不见棺材不落泪，理想在他妈被拘留后找上了我，求我看在我们在一起5年的份上放过他妈。我还是之前那段话，你们在网上造谣的时候有想过放过我吗？如果不是我有法律意识，拿起法律武器保护了自己，那说不定我早就社会性死亡了吧。可是样样，她始终是我妈，你忍心看她一把年纪了还要去坐牢吗？我为什么不忍心？我的良心早就被你吃了。理想被我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，最后又放下狠话，这个婚我是不会离的，就算我和我妈都去坐牢了，你也是我理想的老婆，我妈的儿媳妇。我是个男人，我耗得起，咱们就看看谁拖得过谁。饶是我心态再好，那一刻也差点被他整得破防。我再一次感叹，当初怎么会找上这么一个畜生不如的东西。离婚案一审开庭，法官果然没有当庭判离。理想在法庭上嚎啕大哭，说自己是鬼迷了心窍，要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法官认定我们感情基础良好，遂进行调解。不用说，调解不欢而散。不久后，我告理想侵犯名誉权的案子也开庭了。这次因为证据确凿，法官判定理想需要对我进行公开道歉，并向我赔偿相关损失。理想无所谓的在平台上开了小号给我道歉。至于赔偿，由于我们还没离婚，这一块根本扯不清。只有理想他妈还一直被拘在局子里，可他年纪大了，隔3差5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，警察拿他也没什么办法。理想彻底缠上了我，隔3差5在我公司楼下等我，又是送花又是请吃饭的。过年期间，他甚至不要脸地跟着我回到了老家。这天，理想突然说同意和我离婚，约我到当初我们住的那套房子面谈。他着重强调，只能我一个人去。我又不是傻子，当然没有一个人去，而是我爸妈在门外守着。
万一有什么变故，他们能及时出手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李想能不要脸到这个程度。关上门后，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被他按到了床上。他面目狰狞地撕扯我的衣服。好样样，我离不开你，你也是心里有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妈说了，只要让你再怀上孩子，你就不会和我离婚了。我们还是一家人，这次孩子你想和谁姓就和谁姓，好不好？我拼命喊救命，李想却没有丝毫要停下来的举动，反而加快了他手上的动作。片刻后，李想飞了出去。我妈上来将我用被子紧紧裹住。我爸把一脸懵逼的李想提到客厅暴揍。这次李想的罪名又多了一项婚内强奸。不过这次我也没有必要和他打官司了。李想得了急性白血病，他们一家都去给他做了配型，可惜的是没有一个能配上。医生说，如果找不合适的骨髓移植，李想活不过半年。李想刚好在我小姨上班的医院医治，得知李想住院后，小姨特意还去看望了一番。稀奇的是，这次李想他们家没闹什么幺蛾子，反而对我小姨极其尊重。其实主要也是想看看我小姨有没有什么门路，能找到合适的骨髓。小姨摇摇头表示实在是爱莫能助。不过小姨说到这顿了顿，接着说道，其实一般来说，宝宝刚出生留下的脐带血极有可能和父母配上，可惜李想原本就病态的脸色更加苍白了。小姨向我传达的时候，我给她举了个大拇指，不愧是我小姨，真杀人诛心。算算时间，这几天刚好是彤彤的预产期。如果当初李想没有把我扔在高速上，那彤彤肯定会顺利出生，他的脐带血也有机会救李想一命。可惜他们家自己把李想的路堵死了。李想生病的第3个月，他依旧没有找到配型，不知道是不是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他同意和我协议离婚。对不起样样，3个多月没见，李想几乎瘦成了一把骨头，因为化疗的缘故，头发也掉光了。他颤抖着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，我终于也松了口气，总算是尘埃落定。我接过离婚协议书，起身要走，他叫住了我。样样，说到底是我对不起你，我知道你还有爸妈都对我好，可当初我就是太爱面子了，我不想被别人说我是吃软饭的，所以才做了那样的糊涂事。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，我死后，你能不能把我和彤彤埋在一起？我们两父子以后在地底下也算是有个伴。我看了他几秒，然后无声地笑了。别，我怕你脏了他轮回的路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。2个月后，小姨给我传来了李想的死讯。听说他在弥留之际还在叫着我和彤彤的名字，说着对不起我们。我并不觉得感动，如果不是他要死了，指不定还怎么折腾我们一家呢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要是你什么都能原谅，那你经历的都是活该。李想他妈最终都没有送上他儿子最后一程。听说他在监狱里几乎哭瞎了一双眼，捶胸顿足说害了儿子也害了自己。李想他弟弟嚷着要给他哥还有亲妈报仇，来我家闹过2回，我毫不客气地报了警，让他去局子里蹲了7天。后来听说他老婆也和他离婚了，理由是他们一家子都不是正常人。现在他们李家就剩李想他爸和他弟2个光棍过日子，周围邻居都对他们家避之不及。时间又过去许久，我去给彤彤扫墓。我的彤彤现在应该也已经在天上重新挑选爸爸妈妈了吧？我在心里默默祈祷，愿他下辈子能出生在一个圆满幸福的家庭。后来爸妈也为我安排过几次相亲，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。
妈妈担心我是不是对婚姻有了心理阴影。我贴着她的胳膊说：怎么会呢？每个人都会有选择错的时候，错了及时更正就行。只是我还没遇见觉得合适的人，等遇见了，我也会勇敢迈出那一步。我相信对的人在未来等我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